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香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南瓜当时还说呢，说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香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香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位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
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啊！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啊，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一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哦，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儿，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1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啊，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了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1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了，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湘玉。这既然中间聊到了这个乘风破浪的话题，咱问问佩岑姐，觉得这有希望吗？我觉得唐湘玉是大美女，大美女。谢谢。那我猜你没有选上，就说明你跳的太好了。就是我压根儿不会跳，我觉得。你看我47岁才选上，你还没满40岁，对不对？再等等。你满了40岁那年，再等7年，一定能选上。对啊，好，有盼头就行，有盼，我这个人就需要一个奔头就行了。也不一定真的能去，因为我确实是各方面能力还非常欠缺，我就是勇敢的去面试了一下，咱就探索一下咱们的那个边界嘛。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听唐湘玉的脱口秀，就是我觉得她有那个自然的，有时候你会好像等着脱口秀的人要抛一个梗，可是我觉得她自然上去，你就很喜爱她，你就知道她说什么，你都想对着她笑。大家好，我是唐湘玉。所以她是很有吸引力，很有她自己个人魅力的。我好喜欢你的表演。谢谢佩岑姐，谢谢你。前两天知道你来，我都高兴疯了，就是好像我没有参加那个节目，怎么感觉我娘家来人了一样了啊！支持你，特别开心你能来，谢谢。
我看到香玉有很多的成长啊，不管是你讨论的话题还是人生的选择上面。哎，你今年做队长是什么感觉啊？大家选我的，然后选我，给了我这个信任，我就干吧，我就干。但其实我没有那么擅长，我感觉我就是一边摸索着一边干，然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真的我的队友们非常的担待我，给到很多的情绪价值。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组能越来越好，真的是。反正我就是看到你的一些变化，从关注自己啊，到包括支持周围的人啊，很多具体的事情在你身上的成长，感觉到你好像就是更成熟了。是因为我也从去年到今年，确实是也长了1岁。我是觉得听您刚才这篇就感觉您现在生活上其实挺幸福的，您也不一定特别想去浪姐。芒果的老师们在看吗？就是我非常想去，但是同时呢，猕猴桃的老师们在看吗？都在。我也非常想留在喜丹。弄一果切，你这个。我只是觉得就是您在这里头就好像不是特明朗，就是您那意思就是说说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的近况。是，其实我是想让我自己什么都写。之前大家很多人对我的印象就是，记得我讲我老家的事情，我自己家里的事情哈，相对沉重一点的东西。但其实如果看了我2个专场1个主打秀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什么都写。我就想让我自己更加全面，让大家看到更多面一点的我。咱不要局限在一个赛道里边，什么都闯一闯嘛。是，那当然。这不才是浪姐精神吗？是吧，姐啊？是。香玉，我就特明显能感觉到你的那个美是美在性格上，不仅仅是形象上，形象上已经够美了，你那个性格肯定是就征服了之前的观众啊，然后包括你的那些朋友们。我相信你自己的专场里，你那些对生活的观察，你写的那些东西会更打动人。就我们说那个打内的包袱有时候特别响，尤其是你跟队友啊、跟导演组这沟通当中，因为大家有共同前提，所以特别容易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要警惕这个东西，警惕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谢谢马老师，谢谢您的建议，谢谢您，谢谢。其实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它好像有点要掉，我就有点那个担忧了。但它掉下来了，我反而放心了，没事儿，没怎么影响到我。香玉啊，泰戈尔还说过一句，人 wave 的时候要记得用 vivo S30拍张照，因为啊，快乐你就要 vivo live。快看那儿，那 vivo 正拍你呢。这照片太棒了。谁拍谁是自信的嘎啦。我们也把蒙恩请回舞台中央。队长之间的对决也是强对话，我们来看一下杨蒙恩、唐湘玉这场 PK 最终结果如何。我压杨蒙恩，你压杨蒙恩，我也压蒙恩，唐湘玉吧，杨蒙恩。唐姐，蒙恩，杨蒙恩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他演那个提头的那个，非常像美国单口的那种表演。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演员能演出这么纯粹的单口的东西了。唐湘玉的表演这么鲜活的在舞台上面把自己这么想表达的东西都这么认真的有勇气的表达出来，太精彩了。2个人其实讲的内容是有点差不多，这种还挺好，旗鼓相当，谁赢谁输都说不定。强对决，这个就是神仙打架。我们首先恭喜唐湘玉185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于这场 PK 一直是非常紧张，因为杨蒙恩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然后我看他很多的段子，所以说我能跟你 PK 一场，我特别荣幸。是。警惕你身边有我这种粉丝啊！然后我还有一句话是想说给猕猴桃的我们喜丹的节目组说的，就是虽然我在段子里边会调侃，就是想去别的节目什么的。这个节目组也挺有幽默感的，他们听得出来什么是段子。喜丹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的家一样的存在。谢谢你们陪着我，谢谢你们在，谢谢。我感觉我肯定是会有成长的。
虽然这2轮我有一说一，我打得很艰难，前面的选手他都是我承接不了的风格跟能量，但是对于我来说，叫平静的海面训练不出好水手，这就是浪姐精神。我刚刚在台上下了台，就是讲的时候我有点懵，我说错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今天其实又客串了一个古装剧。啊，对，他也在爱奇艺播，你们有了爱奇艺会员的话可以看一看。来。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根据规则要前往待定区了。根据规则，我应该不会被淘汰。那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谢谢杨哥。加油！哎呀，待定区的朋友们也要警惕啊！你身边要有这样的人来了。来，教主，咱们来迎接杨门，终于把他按到这儿来了。盼星星盼月亮，又盼来一个新队长。欢迎队长回家！欢迎队长回家！哎呀，终于给你等来了。朋友们，这是排名第1的队长，殊途同归了。走得早了，第2，我排第2。我觉得他在舞台上散发的魅力啊，就是远远大于他在仙侠剧里面的魅力。以后仙侠剧啥的别再接了。对决继续，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小佳、英宁，请先前往对战区。小佳、英宁应该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同时他们也是《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舞台上的2位新朋友，希望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首先要上场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永远用着一些人畜无害的表情，说着那些最地狱笑话的朋友。我们有请小恶魔小佳。大家好，我小佳。我这几年呢，养成了一个不良爱好，喝酒。对，当然我不是因为喝酒才这样的，好吧？我小脑健全的好吗？因为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拿着我的照片，然后说过量饮酒会导致脑瘫，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流口水的照片。我把它发给我的演员朋友，求他们别喝了，一个赛道容不下2个脑瘫。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会喝酒的，然后我舍友也夸我酒量真好，喝再多都跟平时一样。开什么玩笑？我喝多了比平时更灵活，好吗？我真的没有在搞笑，是这样。我这个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然后喝多了酒精会麻痹神经，神经就会忘掉自己有病。我上次喝到一半，然后有个酒瓶从桌上掉下来，我2只手没接住，2只脚接住啊。只有神经病才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我朋友也惊呆了，他说：“你是不是再多喝点就能把病治好？”我第一次去酒吧是我舍友带我去的，我对酒吧是有刻板印象的。我刚进去还很紧张，总感觉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打我。然后大概喝了一些酒之后呢，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了。我们隔壁那个大哥左手臂还缠着石膏，我喝了一些酒之后呢，就跑去跟大哥单挑喝酒。大哥说：“你干嘛的？”我说：“没看出来吗？老子练体育的。”大哥说：“你是不是被铅球砸成这样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舍友第2天告诉我的。他说这都不可怕，最可怕是我摸着大哥的石膏，说本来想跟你玩15-20的，现在只能15-15啦。大哥脸都黑了，
问我舍友，我是不是在社会上被打成这样了？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喝酒，喝多了就跟我妈吵架。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喝多了躺在我们村的村口睡觉。我从镇上回来经过的时候吓到了，回去跟我妈说村口好像死了个人。我妈说可能是你爸。我更震惊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说妈，别这样说，也太不吉利了。她说我是真的担心你爸喝酒会伤身体，而且我给他买了很多保险，受益人都写的是你的名字。从那之后，我跟我爸喝酒都不知道怎么说敬酒词，我不能说恭喜发财，感觉怪怪的，更不敢说爸走一个。现在我妈看到我有时候喝多也很后悔，她说早知道写自己的名字啊，老杨看起来能活得比你长。我那天看到一则资料说李白很多诗啊都是在喝酒时候写的，我就觉得他好会控制那个量啊，就喝酒了还能这么有逻辑。我在想他如果喝嗨了会怎么写？仰天大笑出门去，如何呢？游泳证。我知道这个梗很尴尬，但是朋友们，你不觉得这样写更显得李白很洒脱吗？我今年年前的时候有个体检，医生说我身体有个酒精代谢酶，比别人还要好。说简单来说就是我很能喝。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哦，外面看不出来而已。你就感觉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给我开了一箱酒。然后说喝吧，喝多了就能走直线。我这2年很少喝多了，我上次喝多是在上海街头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边走路边喝，然后喝到实在走不动，就躺在一个马路牙子。我突然理解了那年躺在村口的我爸，这次死了2个人。我很感慨，我觉得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就觉得很感慨。然后我看着我朋友，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是少年游。我朋友沉默，他说你说的对，我们去买点桂花酒吧。谢谢大家。谢谢小佳，喜欢小佳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小佳。这个也是一个新，应该是个新鲜的话题吧？你好像之前没跟大家聊过。对，没说过。今天上台前是不是有点，就是包括整个过程中有一点紧，还是？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可能是累了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你聊这个话题的，就是喝酒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小佳身上的一些侠气。我特别喜欢那句，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了你一箱酒。我觉得这个就是心里的那种豪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状态。然后我好像还没有跟小佳喝过酒吧？对，我们可以找机会喝一下。OK， 没问题。我是觉得，因为其实我身边好多都是歌手朋友们，平时喜欢喝点酒。但我拍戏的时候我不会喝的，就是我要在现场保证很清醒。但我其实很羡慕那些个能边喝酒就边把事儿干了的人。人家说那个李白这个作诗，王羲之写这个帖，好多不也都是喝大了之后就怼咕出来的吗？我说人家都能怼咕出来，我怎么怼咕不出来呢？特别羡慕，所以我听到你这我也挺感慨，挺好的。首先我要谢谢小佳啊，我这个化妆间收到了您送的那个书。哦，谢谢马老师，感谢，哎，回去拜读啊。这个，哎呀，
尤其是你的这个话题让我有点想念李诞，你知道吗？哦，他还在。哎呦，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对，因为我上次见到他，他也是挡在村口，所以我不确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你要是约杨天真喝酒，也可以叫上我一个啊。好，没问题。马老师，我讲脱口秀之前去参加了奇葩说的那个千人捞，然后就是没捞上来。对。然后就是在那里接到了当时的公司训练营的那个 offer， 对，然后我就决定说，那奇葩说没选上，我就讲脱口秀，然后就讲，对。世界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开了另外一箱更好的酒，大概是。但是我觉得就回到作品，我觉得小佳的作品就特别好，就是他整个文本是特别严谨的，逻辑层层的，都特别合适，然后又适合他自己。你其他任何人，你未必能说得出他那个节奏，棒。我也想谢谢小佳，因为我也有收到你的书。我觉得小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看起来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他一开场上来就跟大家说，我现在这样跟喝酒真的没关系。我觉得整个现场就被他热烈了起来，然后我们也真的就是放开，然后很开心的进入他的世界。那如果你现在紧张的话，等一下我们说不定可以喝一杯就可以放松一下了。谢谢。是的，那恭喜小佳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请小佳先回去暂时休息。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哎呀，上一赛段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上一赛段他刚刚跟蒙恩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老友对决，这次又要跟小佳 PK 上了，掌声有请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的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 spring 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
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她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她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踱步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啦，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他就说他当年就得过，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他说我当时抱着你第1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而是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他，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她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她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的，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谢宁。谢英宁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英宁。其实我觉得那个题材还是很好的，跟母亲之间互相托举的故事，但我觉得稍微讲的节奏有点乱，就是我感觉好像上来那个气就有点赶。明白。确实，这样一个话题有时候也蛮难处理的。其实它中间讲了很多的小的故事，有时候是关于自己的，有的时候又是关于母亲的这个困境，然后几个故事之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衔接还是蛮考验演员的处理的。但是我很感动，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母女的议题，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话题去碰触的，还包括了产后抑郁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都是用很柔和的方式去把它阐述出来。但是其实中间有一个点，就是妈妈在亲戚面前替你撑腰，这个我听了觉得很感动。有时候如果跟妈妈可以当最好的朋友，然后她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然后你也支持她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情感。所以其实我还想要听你多说一些。谢谢佩岑老师。因为我不懂脱口秀，要是我要从头学着写，我也可能也会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是我会去想说，我的故事虚实之间的那个比例到底应该怎么样，有多少是超越我的真实生活，但情感是真实的，有多少又要还原到我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来，但又不照搬，这是他最难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就谁能处理好这个，谁就是真的棒吧。谢谢。我得澄清一下，最后没有那个孩子没有选择来我们家，就是有点情深缘浅的对。其实英宁今天表演的是，我想稍微聊一点，就是她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勇猛、非常强悍的东北女性。就是这一次英宁写稿，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妈妈下场的，就是她妈妈说：“我来写写试试。”给大家看一下，英宁她妈妈还自己亲自手写给女儿说：“我试试帮你写稿。”英宁今天上场前，她跟我聊，她说这几乎是她人生压力最大的一天，因为这篇是讲她妈妈的，她特别想把这篇讲好。有一点遗憾吧，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可能很完美的，有的时候，对。但就是一直在成长了。这个过程有时候比结果反而更重要。对，我现在好像更理解英宁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题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有一种近乡情更切的东西，又太真了。关心则乱嘛。因为我看过他上一场表演，因为我非常坚信他是一个好演员，我还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看到你有更多新的东西。好，谢谢郭老师，谢谢大林的坦诚，我们也把小佳请回舞台中央。看看这组对决，观众朋友们最终会给出怎样的选择？最后结果请看大屏幕。哇，很接近，很接近。小佳168票，恭喜小佳成功晋级。160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那英宁，前往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那我就当淘汰感言说吧。本来想走得远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篇讲得好一点的话，可能自己的人生不会留太多的遗憾。然后但是如果是最后一篇是这个收尾的话，已经很好，是我觉得那就妈妈我爱你。大家记得去线下看英宁的演出啊，在加拿大也有英宁的演出。谢谢英宁。哎呦，走了。我只能说，这个舞台，包括所有的脱口秀的舞台，就是去留留，来来回回。好在脱口秀是一个能做很长时间的职业，好在它能一直讲下去。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所有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挺紧张的，因为我老说错，这稿太新了。老人有时候你无奈的一点就是你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又面临一年又一年的新人大军突袭，有点痛苦。我本来觉得我还有希望晋级，跟他们对上之后，这个希望就更小了。当时压力很大，因为你要在同样的地方再被击倒，那其实不一定那么容易站起来。我心里就没有那个底。但老王的稿子也挺好的，然后庞颖的稿子也不错，但是我特别想赢。有请宋万博、张彩玲两位移步对战区。
这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的舞台，但是熟悉脱口秀的朋友对他们都不陌生。首先要登场的这一位，上一轮就勇敢地向自己的老朋友小鹿发起了挑战，而今年恰好也是他讲脱口秀的第10年了。欢迎单口老兵宋万博。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来自河南啊，我打小生活在村里我们那儿教育资源不太发达，老师的水平也不高。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教2年级的老师学历只有3年级。数学老师教数学不是因为数学好，是因为他老念错别字，教不了语文。他给我们讲应用题，说这个骨缸它有2个水管放水，浴缸。学历最高的人是我们校长，初中学历。他是我们校里唯一一个会解2元1次方程的人，就这都人称小华罗庚。我们数学老师叫他小华罗康。我爸一直担心我的前途，在我读3年级的时候，把我转到了城里的小学。本意是好的，但我有点跟不上班了。我记得刚进班级，那个数学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呢，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这道题大家都听过，都知道高斯的故事，知道有一种更为方便的算法。但问题是我当时不知道，我是硬着头皮算完的。一边算一边心里在想，今天这个作业量怎么这么大呢？这道题答案是5050，我算到了6000多。关键是我才加到75，算到后半夜我都困了。我妈都看我可怜了，说要不我帮你一起算。问题是她也不知道高斯的故事。我从1加到100，她从100往回加，俩人一对，结果不一样。我说要不用你的数吧，你的数看着小一点，我算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第2天交了作业，我们数学老师就问：“同学们，昨天那个题算出来了吧？答案是……”一群小孩异口同声：5050，只有我一个人7832。所有的学生都老师也只有我只有我对了吗？我说我错了，太丢人了。但我没有气馁，我就想起一个鸡汤小故事激励自己，就是说爱因斯坦小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坐一个小板凳，爱因斯坦做的最差。老师把他的作品放讲桌上说：“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小板凳吗？”爱因斯坦说：“有。”当场拿出来俩更差的，说：“虽然那个很差呀，但已经是我做的最好的了。这还有2个更差的没给你呢。”一想到这儿，我就想说：“老师啊，虽然7832是个错误答案，已经是我算的最正确的了。那还有2个1万多没给你呢。”老师说：“把你家长叫过来吧。”我说：“这就是我家长算的。”我爸就有点恐惧，他给我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第一就是阻断社交，周末就别出去玩了。赶上周末有人往我家打电话说：“喂，宋万博在家吗？”我爸一接说：“他死了。”我还在旁边站着呢，就听到对面小朋友哭成一片。然后周一又看到整整齐齐的我。我会在每个周末死去，又会在每个周一醒来。周一就是我的复活节。小伙伴一看见看见彩蛋了。我爸还有一个计划，就不要看电视了。好不容易放假看一回那个葫芦娃，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角色穿山甲死了，我在那抹眼泪。我爸看见了，那穿山甲是你爹呀？你爹死了你这么哭吗？我说爸，你这么说多不吉利啊！再说我哭不哭，你那会儿也不知道啊。我爸也有自己的爱好，他喜欢看电视，他一直在追一个团综《水浒传》。《水浒传》是我爸眼里最好的电视剧，经常拉我一起看。对，我不能看葫芦娃，但可以看《水浒传》。有一回演到林冲死了，我爸哭了，还背过脸儿，怕我看见嘲笑他。我当然会了，因为那一刻我就想起了穿山甲。
我要报一箭之仇。但毕竟我们俩是父子，我也不方便说那句话了。爸，林冲是你爹呀。但我又想说，我只能拐弯抹角的说，我说爸，林冲死了，咱哭啥呀？咱们家姓宋啊。宋江死了，咱再哭啊。好歹咱本家呀，你哭了也算祭祖了。这个梗在我们河南是要天打雷劈的。全国最传统的省份之一，仅次于山东。我们家要是山东的，我讲这个真的会被我爸打死，因为宋江就是山东人。但我爸对我都这么努力了，我学习成绩也不好，因为我没有努力。我知道，如果我好好学习，我爸肯定很高兴，但我不想让他高兴，我想气他。但为了我的前途，我还是得学习。我就想，我权衡之下，我说我学一点儿，我一会儿学一会儿不学，我爸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他现在有双向情感障碍。最后从小学读到了初中，读到高中，还是参加完高考。高考完事之后，我爸问我，你估分估多少啊？我说你让我妈估吧，我估的没有一个低于1万的。当然，我最后是上了大学，它不是什么名校，不是211、985，就是我们平顶山市的平顶山学院。但我很知足，因为毕竟我的学历已经超越了当初的校长。如果你的起点足够低，那半山腰就是你的峰顶，更何况平顶山，它只有顶没有峰，所以我也算是毕业于顶级院校。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我是宋万博。谢谢宋万博的表演。喜欢他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掌声再给宋万博。感谢各位。其实是比较少，也是少拿出来跟大家探讨的这种所谓父子之间关系的一些话题，是不是？对对对。伯伯写东西一直有一种文学感，他好像并不是在刻意的去逗你笑，一直在有一种描述一个整个作品的感觉。他是那个《写人奇妙夜》的创作指导啊。哦，您还记得？哦，对对。很明显，你没太花什么心思指导我们。您说10年了脱口秀的经验是吧？对对对。他特别结实，所有的语法呀，所有的那什么都特别结实啊，就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那种作者那个感觉。宋老师还是要指点他们啊，谢谢。有些也是我们在联系，有些朋友在那边，对吧？听着这么客套啊，就是有什么事再联系啊。我觉得伯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生动，就是画面感是很强的，就我觉得它非常的流畅，也非常的完整，但我会觉得稍微有点赶。是因为我一上台还是没有彻底放开，我是到后半段我才开始慢慢越讲越舒展，前面是有点赶。对，我应该在开头稍微放一放的，到中间才意识到，但是意识到就已经过去了。对。就还是没有太适应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舞台。我不知道还是我 ADHD 怎么着，我就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感觉好多信息朝我脑海里涌过来，都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清你们的长相。我现在刚刚适应这种。是，我觉得您的舞台经验肯定能很快的适应，而且我也觉得这一篇较于上一篇，我会更喜欢这一篇，因为我们问那个佩岑姐姐，她上一篇说自己长得像明道，您觉得像？阮经天，伯伯。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蛮像的。你看那个眉毛，那是一个虚构作品吗？那是一个写实作品，不是？我刚刚都一直觉得是阮经天本人在讲脱口秀给我们听啊。我一直觉得伯伯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给专场起名字都很有意思。他这个现在在演的专场叫《车窗与山海》，上一个叫《天生非此梦》。我一共有4个专场，就是《车窗与山海》嘛，因为我们经常要坐火车或者坐飞机，能够通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色和人，然后上一个《天生非死》，它是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上面还有一个叫看那这人，那也是一个典故，反正就是一点文青的爱好吧。波波就是一路很扎实，可能你们没有在节目上太多看到他这种表演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是，反正比我入行还要早的演员，确实是。那我也最后再嘱咐一句，波波，其实啊，1加到100算错了，老师不应该叫你的家长，而是应该给你推荐飞鹤奶粉，毕竟啊，聪明宝宝喝飞鹤，高斯是早会，爱因斯坦是晚会，而喝飞鹤的宝宝啊，超会。那波波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请你先返回对战区休息。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朋友，哎呀，时隔一段时间又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掌声有请张彩玲。大家好，我是彩玲。我以前说过，我就谈过1次恋爱。今天我把话说全。虽然我谈过的恋爱屈指可数，但我追过的男人不计其数。上学的时候，我吸引男生注意力的主要手段是模仿电视剧。当时《还珠格格》热播，香妃娘娘以香为美，我就想模仿。但是我家没有香水，最香的东西是洗发水。运动会那天，我在头上涂了好多洗发水，结果拔河的时候，天降大雨，全都是泡沫。我怀疑那天我们班输了跟我有关系，因为绳子滑，抓不住，香妃没学成，成了华妃。我又看了一个台湾偶像剧，是艾拉和吴尊演的，你们看过吗？啊，那里艾拉是个假小子，然后男主很爱她。我雷厉风行，剪了短发，穿男装，穿球鞋，说话声音压得特别粗。2周过去了，没有人追我，但是全校都在传我要去当兵。从拔河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个炮兵。我还模仿偶像剧女主给男生叠千纸鹤，然后把最想对他说的话写在千纸鹤里。我给我喜欢男生叠了上百个千纸鹤，里边全都是我熬着夜红着眼给他写下的高考考点。老师没收这1罐千纸鹤的时候都感动了，多少年后还跟那男生说，当年你但凡跟张彩玲早练一点儿，都能考上个3本。但是我喜欢男生说他喜欢偶像剧里那种柔柔弱弱、乖巧可爱，尤其是那种蠢蠢笨笨的，我就开始装。从那以后，他在问我这题怎么做，我都说这题第1步应该这么做，第2步人家就不会了啦。其实人全会。考试考好了，也不敢给他看成绩，生怕被他发现。我表面在装傻白甜，私底下可是数理化全来，文史哲也沾，学的可花了。我俩进入了暧昧期，我寻思得加快点速度。当时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我要去看我哥哥打篮球。那天篮球比赛，我做足了功课，要把女生乖巧柔弱的得分点集中呈现。我坐在篮球场旁边，手里拿着给他准备的饮料，身上披着他刚脱下来的校服，袖子里还藏着一个随时可以检查刘海的小镜子，的同时还在给他织围脖，的同时还在装自己肚子疼很虚弱，的同时还在给哥哥加油。那天给我手忙的呀，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肚子疼织围脖，弄刘海加油。裁判都震惊了，说这学校挺好，比赛还配了一个聋哑解说员。后来我发现我们班那天参加数学比赛的同学获了奖，可以申请高考加分，给我后悔的呀。我就在想，我为啥一直在装弱，就是因为这些剧给我洗脑，让我永远在幻想被一个男人征服，就是被征服。好像我出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被征服。我出生应该就唱着就这样被你征服出生，然后医生剪断我脐带，我说你切断我所有退路。
哎，这些剧到底是怎么给我洗的脑？那天我回家一打开电视，正好是一场经典的偶像剧征服大戏《强吻》。前一秒钟俩人还在吵架，突然男主就把女主怼在墙上就强吻，女主前边还在拼命挣扎，突然就放弃抵抗了，就那手永远。男主的嘴里是有电棍吗？霸总的嘴要是这么好用，还要警察干啥呀？巴黎街头发生暴乱，警方都不出动警力，就派去几个霸总：龙傲天、顾北辰、道明寺，把这个局面给我稳住。那以后我也不装弱了，而且长大之后我特别怕别人觉得我弱。然后前几年我怀着孕参加了一个节目《奇葩说》，当时所有人都在照顾我，从导演到演员见着我都会扶着我一只手，让我缓缓往前走，也不知道是有喜还是慈禧。我只是怀孕，我又不是黑灯。而且不管是黑灯还是怀孕，其实都不用那么服，除非黑灯怀孕了。那不服不行。比赛开始了，我的队友还跟节目组说今天情况特殊，我们当然都是正常站着辩论，但是彩玲是坐辩。但是辩论这东西，它坐辩根本就使不上劲儿。他们也是好心，就是怕我万一有啥意外再生在台上，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站起来给我摁下去。我想告诉他们，就这个动作啊，最容易生出来。我往那一坐，手里拿着水，这手摸着肚子，然后给别人加油。我觉得场面怎么似曾相识了呢？我怎么又回到那篮球场了呢？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聋哑解说员。我说不行，我是来比赛的，我要站起来。我那天站起来跑到场中间，一顿输出。其实那天我表现还挺好的，当时看着观众给我投票的投票器一盏一盏亮起来，我才知道什么是我最需要的。那天挺着儿子比赛，赢的也是铤而走险。当时我灵魂出窍回到篮球场了，我好心疼那个17岁坐在篮球场旁边手忙脚乱给别人加油的小姑娘。我想跟她说，你没做错什么，你只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你更应该为了自己站在赛场上。谢谢大家，我是彩玲。谢谢彩玲的表演。喜欢她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彩玲。哎，我们先聊一个小的变化，你是不是之前都是用这个手拿的麦克风？你说这麦放的也是挺烦人，主要是我要有一些肢体动作，然后我怕那个麦我还得夹这儿。那你觉得哪个更舒适在那演的过程中？我从来没尝试过这种麦，但是我感觉带这种麦有点奇葩说的感觉了，就对方别人你嚓。看到这个我就想起原来豆豆也是用这个麦克风，但是自从他开始带上那个之后就至少解锁了一种表演上的新的可能性，也更加游刃有余。当然你们两个人会非常不一样，但我想也许也是一种可能性。是。那咱们问问马老师吧，这也是奇葩说的老朋友了啊。是彩玲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选手之一。我对彩玲有点恶趣味，就是我特别喜欢听她骂人。就是他说到那个警察嘴里电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对，是这个意思，被电棍击中。我觉得彩玲还没有骂够，然后就是还没有就还可以更那什么，所以我期待你能够走得更远，然后有更多你自己特别有你自己特点的那些输出能带给我们。谢谢彩玲，辛苦了哈。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从第一场录制到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看到好多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为了这个舞台在努力。但我是想问你，是什么让你想要再回到这个舞台上？
那次比赛说的是很多家庭中的趣事，然后这1-2年开始有更多其他的想说的，包括这一场就是特别想跟女儿说的。哦，因为你刚刚讲的内容，其实我都有共情到。我们追的偶像剧应该是差不多的时段。我也曾经想要傻白甜，但我只学到傻。可是我很高兴你重新回到舞台，因为你让我们看到，就是任何的时候你都有重新再出发的力量。然后只要你热爱那件事情，你站在舞台上，你就是发光的。所以女儿看到你就是闪闪发光的，很有力量的妈妈。我刚才听彩玲分享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感慨啊。我有第一个感受就是每个人的成长路线可能是不一样的。上一场你还在讲你的家庭故事，到这一场讲你自己，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它就是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的人先家庭再自己，有的人先自己再家庭。像房主任，他可能人生的前50年都是在那个家里被困住，然后最后活出了自己。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好像走哪一条路都可以，最终我们都会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明白我们的人生是一条爱自己的独立之路。所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能够听到你的分享，能够看到你的成长，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谢谢你分享这些给大家。我可能想说的就是，如果我当年那个状态就是爱一个人，我觉得我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也不会在这儿吐槽这件事儿。我真正想当时表达的是，那个是个非常激情的爱，是被洗脑了的，对，就被洗脑了之后，永远觉得我得弱下来，我得崇拜他，我得被征服。但实际上咱们根本就不弱。我是觉得彩玲姐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就因为刚才其实里头您说的最狠的那梗，不是说也是骂偶像剧吗？说那霸总嘴里有那个电棍吧，您也没说那爱的人有电棍，对吧？我是觉得您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无悔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您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候这点事儿吧，哪怕就现在，我觉得哎呀，当时真没必要，但是一想，哎，反正也都过去，以后我就要再做自己，我不会再被别人 PUA， 是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老师们刚说，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啊，对，所以特别好，一直向前就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恭喜彩玲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我们把宋万博也请回舞台中央。同意起跑线，那么现场的观众会给2位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彩玲的这个段子在我们这个小组里边是最有竞争力的，是可以去打任何一个队的任何一个人的。伯伯越来越稳当了，我为伯伯感到开心，能看到他身上好像又强了一点。恭喜张彩玲187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郭麒麟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他其实我觉得郭麒麟老师他那个脑袋真的是太敏锐了，太敏感了。他说我青春无悔这个事儿，好的，我真正想批判的就是当时我以为以及别人告诉我的那种审美，然后希望男生觉得我笨笨的，我只是在吐槽这一点。然后我觉得郭麒麟老师完全懂了我，博博173票，其实也是很优秀的成绩了。根据规则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那走之前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因为是从业10年吧，怎么说呢？来这儿有2个理由，一呢确实是想挣钱，第二个呢就是我有时候会感觉在台下在线下演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就是你演炸了也没有很开心，演冷了你也不怎么难过。来这儿我反而会喜欢甚至怀念这种紧张感。我觉得又找回了刚开始上台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10年之后还可以再重新出发。谢谢博博，喜欢他的朋友也可以去线下去看看他的世界。拜拜，一会儿见吧，一会儿见吧。他最后那一段话我还是很感慨。郭麒麟他爸跟我讲过，就是无论他们对舞台有多么熟悉，其实上台之前那个兴奋手心出汗，还是特别令人着迷的。所以我觉得宋万博能够
现在下决心重新找回这种刺激，我觉得值得佩服，特别好。哎呦，那我博哥算是撑住了。那子妍姐没了，子妍姐没了。OK， 不一定啊。稳走了，稳走了。啊，稳走。对，刚刚因为博博也是3，线儿在博博这儿。对，下一个如果比博博多，博博就走。那比赛继续，那么要迎来这个挑战的是哪3位朋友呢？请看大屏幕。我们请小北、黄颖、大老王前往对战区，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面孔了。北子就不多说了，这是从脱口秀大会第2季开始陪伴大家的老朋友。大老王也是去年的选手，这个泪洒现场。别哭。黄颖是今年第1次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的舞台上，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你也并不陌生了。第1位朋友马上就要登场了，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张面孔，我们掌声有请小北。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太棒了，朋友们！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凌晨2点啊，凌晨2点啊，很嗨哈！好巧不巧，去年呢，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当时非常困啊，非常困，不仅我很累，观众也很累。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这不搞笑呢，在这幽默呢。我余光一瞟，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我说大哥，你醒一醒啊，一会儿还投票呢，你还把眼睛闭上了，黑灯还没闭眼睛呢。我闭上了，你没看见。哎，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有种感受，朋友们，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真的。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啊，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每次讲的好笑吧，我笑不出来；每次讲的不好笑吧，我怕自己笑太大声，你知道吧？朋友们，录节目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真的啊！去年录完之后，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当时飘起个弹幕说：“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我也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飘起个弹幕说：“小北有啥不服的啊？”朋友们，我也悲凉啊！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你知道吧？我真是服了。每次录这种节目，主持人也特别欠。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PK 一下，梆站起几个人，主持人特别欠。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不就没人说实话吗？你这站说实话不就完了吗？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直接站来说，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我觉得我能赢。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有点观众缘什么的。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每次这种 PK 结束，赢的人、输的人站在台上，赢的人都很体面。每次赢的要帮输的人找补2句。每次一比完，赢的人在旁边说：“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这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没有表现好。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多去线下看他。我当时坐旁边，朋友们，我心想，可不得去线下看的吗？线上撩路，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而且都输成那样，谁想去线下看他呀？不都想看你吗？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看完一个综艺之后，在那想，哎呀，与其线下看看呼兰，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朋友们，
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有名气不搞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你知道吗？其实没有，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真的，他那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你知道吧？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好吧？其实身边的人，这个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他说：“小北，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他说：“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你开心的时候开心，难过的时候难过，生气的时候你就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啊？我朋友说，哎呀，小北也不全是。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他多有活人感，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啊，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项目做得好好的，都快结束了，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我当时大臣我都气死了，我说有啥问题啊？领导满意，进程顺利。我说就你聪明，就你明白，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评头论足，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就是。然后当时呢，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当时我心想，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鼓励他。我说不对呀，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你知道吧？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什么柯以敏啊、丁太升啊。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活没了，你知道吗？但我心想这不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何炅、汪涵进来。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我说哥们儿，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很有态度，我很喜欢，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朋友们，说实话，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写的内容大差不差，说这个00后在这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就骂领导一顿，说老子不干了，然后就走了。但是我看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后续呢？后续你怎么不写了？00后整顿职场，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吃糠咽菜睡桥洞，然后被城管整顿。到了那个桥洞那儿碰到很多大爷，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大爷说，哎呀，小伙子，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年轻人，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骂领导。我说你为啥不骂呀？啊，是因为你有家庭吗？这帮人真的特别欠。这帮人是哪种人？朋友们，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有个人在你耳边说，这你能忍？这要我忍不了，咬他啊！朋友们，最后我想说 ，real 的事儿啊，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谢谢小北的表演，谢谢。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小北。哎呀，老是说小北适合开场，老让小北开场，你们不知道他更适合夜场。对，我的熟悉的领域啊，比较自如。大林，就刚才他说这边的那句话，你能忍？哥您忍不了，咱非得把线上道给他堵死了。特别喜欢这个状态，平等的撞死所有人。对，因为写这个稿子要给好多人道歉哦。但是大家听的其实很过瘾，尤其我真实话实说，又像是重新给大家开了一遍场子一样，我反正特别精神现在。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是这么多年听你这么多脱口秀最好的一次。真的，你之前太温和了，你就应该走这个嘲讽路线。
刀刀见血，你看你把小鹿说的。真是我也是，我是打认识他到现在，也是我看最好的一次表现，真的。谢谢。不要当快乐小狗，要当疯狗。现在。我老觉得就是说成这样，一般都是回光返照的那，就是最后就是爱谁谁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是你的风格，那就说明你能一直照着，这也挺好的。你试试吧。你们被撞击过的，你们说看，小鹿。我们习惯了，其实他平时挺没有礼貌的一个人。我其实平常就没礼貌，我就一般就先没礼貌，然后再道歉，这样我说对不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小北火力全开的一场。他这个我在开放麦听过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笑。那天笑了一晚上，整顿饭吃。别整顿职场了，是去哪儿整顿饭吃？对，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现实，就是我感觉小北他开始愿意暴露他的思考给大家了。他原来原来没有思考，原来暴露小脑。这舞台给我逼成思考暴露狂了，我这怎么办呀？原来只暴露快乐，哎。你们知道小北隐藏这个复杂的思绪这么多年多辛苦啊？对。付航刚才那个扫射面里有你吗？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我？悲凉是你，悲凉是你。好的脱口秀都是大家都会想，哎，这不会说的是我吧？我们好像都说过类似的话，好像的确是，这你能忍？这我忍得了。表演特别厉害，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小北站在舞台上边，跟他现实生活里边有70%到80%左右的接近。之前他在舞台上和他在现实生活里边是完全感觉没有那么贴合，但是这次我感觉是越来越像真实的你了，特别为你开心，小北老师。而且你让咱们在这个2点23分所有人嗨起来，你是今天晚上的 Party King。而这话题也特别好，其实就是跟他表演状态非常一致。讲到这个 real， 那最后请教一下佩岑姐。被你模仿也好好玩哦，你可以骂我们4个，再骂一下吗？我说实话，里面那个什么对那个选手评头论足那个什么指3道4，我觉得我都是硬加的，因为我觉得能来我们节目组的，朋友们，不是，能来的都一般，导师还得我来当，这样行了吧？